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武则天。提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是她在朝堂上君临天下的霸气，还是她留下那块无字碑的苍凉？其实，在历代史书的记载和民间的传说中，武则天始终是一个充满着极度矛盾色彩的复杂人物。一方面，她知人善任，开创了殿试，提拔了无数寒门学子。史书记载她统治时期正气开元，治洪贞观，为后来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他又被刻画成一个冷酷无情、嗜血成性的暴君。他任用酷吏，大兴冤狱，朝堂之上风声鹤唳，无数李唐宗室和朝廷重臣人头落地，甚至连他的亲生骨肉都未能幸免。在这其中，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莫过于他统治中期的那段被称为酷吏政治的恐怖岁月。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这些名字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就如同地狱里的勾魂使者，让无数高官显贵闻风丧胆。据说在最恐怖的时期，朝廷官员每天早上出门上朝前，都要和妻子儿女抱头痛哭，交代后事，因为谁也不知道今天在大殿上会不会突然被酷吏指控谋反，从此家破人亡。面对这样一段血腥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武则天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仅仅是因为她天性残忍，或者是一个心理变态的虐待狂吗？作为一个能够牢牢掌控庞大帝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卓越政治家，武则天所走的每一步棋背后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算计。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越过那些血淋淋的刑具和惨案，去探寻武则天恐怖统治背后的真正目的。其实，这一切的残酷都是为了完成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政治清洗，而他要清洗的对象，就是一个盘踞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达1个半世纪之久的庞然大物——关陇贵族集团。为了看清这场大清洗的本质，我们的时间线必须往前推移，回到武则天登基的100多年前，去看看这个所谓的关陇贵族集团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在陈寅恪等史学大家的考证下，关陇贵族集团这个概念被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它起源于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成型于西魏和北周时期。当时，割据关中地区的军阀宇文泰为了对抗东边强大的高欢，将手下的将领和关陇地区的豪强结合起来，创立了府兵制。宇文泰设立了8柱国、12大将军，这20个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通过相互联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出将入相、垄断了国家军政大权的超级门阀集团。这个集团的能量有多大呢？可以说，从西魏、北周到隋朝、唐朝，这4个朝代的皇室全都是从这个集团里诞生的。北周建立者宇文家族是8柱国之一，隋朝建立者杨坚的父亲杨忠是12大将军之一，唐朝建立者李渊的祖父李虎也是8柱国之一。而且他们之间沾亲带故，比如著名的独孤信，他本身是8柱国之一，他的3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明帝、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父亲。也就是说，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其实是表兄弟。这就意味着，隋唐2代的改朝换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关陇贵族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接，是董事会里换了一个董事长而已。在这个大背景下，初唐时期的政治格局就非常清晰了。皇帝虽然是天子，但整个国家的运转高度依赖于这些根深蒂固的关陇贵族。李世民时期，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拥有极高的个人威望，所以能够镇得住这些门阀大佬。但是，当李世民去世，将皇位传给性格相对人弱的唐高宗李治时，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世民在临终前给李治留下了2位辅政大臣，一位是长孙无忌，另一位是褚遂良。长孙无忌不仅是开国功臣，凌烟阁24功臣之首，更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背后站着的正是整个关陇贵族集团。在李治统治的初期，朝廷的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长孙无忌等人手中的。李治虽然坐在龙椅上，但他发现自己的人事任命权、决策权处处受到掣肘。长孙无忌甚至可以越过皇帝，
直接打击政敌，制造了防疫爱谋反案，借机除掉了李克等一批李唐宗室和不听话的官员。对于年轻的唐高宗李治来说，长孙无忌已经从一个辅佐他的舅舅，变成了一座压在他头顶的大山，皇权遭到了严重的相权侵犯。李治想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但他孤立无援，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而此时，在后宫之中，武则天也正在面临着他人生的重大危机。武则天出身并不算显赫，他的父亲武士霍虽然是开国功臣，但原本是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关陇贵族眼里，这种暴发户根本上不了台面。武则天从感业寺被接回宫后，虽然深得李治宠爱，但她面前横亘着王皇后和萧淑妃。王皇后出身于太原王室，背后有着强大的门阀势力支持，更有着长孙无忌等朝廷重臣的政治背书。于是，一对因为各自困境而走到一起的政治同盟诞生了。李治需要武则天这样一个没有深厚背景、聪明且手段狠辣的女人来做他的政治先锋，去冲破关陇贵族的包围圈。而武则天也需要借助李治的皇权来完成自己从昭仪到皇后的逆袭。历史著名的废王立武事件，表面上看是一场狗血的后宫争宠戏码，但其核心本质是李治和武则天联手发动的第一次针对关陇贵族集团的皇权保卫战。当李治提出想要废除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时，遭到了朝臣的激烈反对。褚遂良在朝堂上甚至把护板摔在地上，磕头磕到流血，大声疾呼武士出身微贱，不可母仪天下。长孙无忌更是态度坚决，无论李治怎么赏赐拉拢，都绝不松口。关键时刻，武则天展现出了她惊人的政治手腕，她拉拢了出身寒门、同样被关陇贵族排挤的老将李绩，也就是评书里的徐茂公。李绩一句"此乃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彻底打破了僵局。最终，李治以强硬的手段废掉了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随后，夫妻二人乘胜追击，将褚遂良贬逐出京，最后客死异乡。不久之后，武则天又指使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这位权倾一时、辅佐了两代帝王的关陇贵族核心领袖，最终被逼自缢身亡。长孙无忌的死，标志着关陇贵族集团在朝堂上的核心领导层被摧毁，皇权终于在这一次较量中占据了上风。这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捷，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开始名正言顺地参与朝政，与李治并称二圣。然而，长孙无忌的倒台仅仅是砍掉了这棵大树的树冠。关陇贵族集团以及其他依附于他们的门阀士族，历经百年繁衍，他们的势力早已渗透到了帝国官僚机构的毛细血管之中。在中央的六部，在地方的州县，到处都是他们的门生故吏和家族成员。这种盘根错节的隐形网络，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唐帝国的走向。只要唐高宗李治还在世，武则天作为皇后，她的权力来源就是合法的，那些贵族官员们即便心里不满，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可是，当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情况彻底失控了。武则天不想仅仅做一个幕后的皇太后，她想要走向前台，她想要真正的、绝对的权力，她甚至想要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这一下，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一个女人想要做皇帝，这在正统的儒家伦理和官僚阶层看来，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倒行逆施。不仅是关陇贵族，连李唐宗室，甚至一些原本对武则天没有敌意的普通官员，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很快，反抗的烈火就燃烧了起来。公元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造反，大诗人骆宾王为他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的《讨武曌檄》，把武则天骂得体无完肤。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这给武则天敲响了巨大的警钟。紧接着，越王李真、琅琊王李冲等李唐宗室也相继起兵。武则天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她虽然坐在权力的最高位置上，但她指挥不动底下的官僚机器。因为这个大唐的律法和朝廷的规矩，都是那些世家大族和关陇贵族们制定的。
如果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要想把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反对派揪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官是他们的人，调查员是他们的人，地方官还是他们的人。这些贵族们表面上对你三呼万岁，暗地里却在串联勾结，随时准备给你致命一击。常规的政治手段已经失效了。对于武则天来说，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权力斗争，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战。既然旧有的游戏规则对我不利，那我就彻底掀翻这张桌子。既然你们这群自视血统高贵的门阀不肯臣服于我，那我就用最极端、最恐怖的方式，把你们的傲骨一寸一寸地敲碎。于是，武则天做出了一个让后世争议千年的决定，开启酷吏政治，实施恐怖统治。他需要一把刀，一把不需要任何底线、不受任何传统法律约束的快刀。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跳出常规官僚体系之外的特务机构。为了收集情报，武则天在朝堂外设立了铜轨，也就是古代的举报箱。他下令，任何人，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农夫、砍柴的樵夫，只要说自己有谋反的机密要举报，地方官必须立刻给他提供马匹、好吃好喝的，护送他到洛阳面见太后。如果在路上有人敢阻拦，按谋反罪论处。这个政策一出，等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无数的地痞流氓、心术不正之徒，仿佛看到了升官发财的捷径，纷纷进京告密。而在这些告密者中，武则天精准地挑选出了一批毫无道德底线、性格残忍的边缘人物，把他们提拔为了法官。这就引出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酷吏天团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这些人出身卑微，跟那些高高在上的门阀贵族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他们办起案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武则天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只要有人被举报，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让他把罪名认下来，而且还要顺藤摸瓜，牵扯出更多的人。为了完成这个指标，来俊臣等人简直是把人性的恶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甚至编写了一本名叫《罗织经》的教科书，专门教手下如何无中生有、编造罪名，如何通过心理战和肉体折磨让人屈打成招。他们发明了成百上千种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酷刑，比如突击审讯时不让人睡觉的疲劳战术，比如把人倒吊起来往鼻子里灌醋，甚至还有专门把人的骨头一寸寸夹碎的刑具，并且给这些刑具起了极其讽刺的名字，比如凤凰展翅、仙人献果等等。在这种地狱般的折磨下，几乎没有人能够熬得过去。一旦进了来俊臣的推事院，哪怕是铁打的汉子，最后也会乖乖地按照酷吏写好的剧本，承认自己谋反，并且指控自己的同僚也参与了谋反。这正是武则天想要的效果。这绝对不是漫无目的的杀戮，而是一场极其精准的定点爆破。酷吏们的屠刀主要挥向了两个群体，第一是李唐的宗室诸王，这是为了扫清他称帝的法理障碍；第二就是那些出身高门大族，在朝中有着庞大人脉网的官僚阶层，尤其是残存的关陇贵族势力的后代和门生。在这场持续了10多年的恐怖清洗中，大批的世家大族被连根拔起。以往那些高高在上、垄断着国家权力的名门望族，在酷吏的刑具面前尊严尽失。据史料记载，在这段时期，有数百个大家族被满门抄斩，数以千计的高级官员被流放或者处死，朝堂之上被杀得几乎断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曾经不可一世的关陇贵族集团，在经历了武则天的这番血洗之后，他们的根基被彻底破坏了，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他们的家族被杀散，他们赖以控制朝局的人脉网络被无情的撕裂。武则天用最为粗暴残忍的方式，强行抹平了阻挡在皇权面前的最后一道门阀屏障。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本人的手段可谓是冷酷到了极点。他高坐在明堂之上，看着酷吏们把朝堂搅得血雨腥风，只要酷吏呈上来的谋反名单上是他想除掉的人，他就毫不犹豫地朱笔一挥，赐死。他用这种极端的高压态势，向全天下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顺我者未必昌，但逆我者，甚至哪怕是对我有半点不满者，必定身首异处，满门绝嗣。
终于，在经过了数年的恐怖统治之后，朝堂内外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武则天了。公元690年，在群臣的劝进之下，甚至连李唐宗室都乖乖地请求改姓武。67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她终于扫清了一切障碍，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是，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武则天非常清楚，依靠恐怖和杀戮是无法长久治理天下的。酷吏只不过是他用来打扫屋子的一把扫帚，是他用来对付政敌的夜壶。现在屋子已经打扫干净了，夜壶也就到了该被扔掉的时候了。而且长期的恐怖统治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如果继续任由这些酷吏胡作非为，最终一定会反噬他自己的统治。于是一出极其精彩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好戏上演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有人告发酷吏周兴谋反，武则天让另一个酷吏来俊臣去审理。来俊臣请周兴吃饭，问他如果犯人不肯招供怎么办。周兴得意洋洋地说，找一个大瓮，四周架起炭火烤，把犯人装进去，他什么都会招的。来俊臣听完，立刻让人搬来一个大瓮，点起炭火，然后站起来对周兴说，有密旨查办老兄你，请老兄自己进瓮里去吧。周兴吓得魂飞魄散，连连磕头认罪。这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武则天政权的稳固，他开始有计划地清理这批曾经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酷吏。周兴被流放途中遭仇家暗杀，索元礼被下狱处死。最后，最疯狂的来俊臣因为权欲膨胀，竟然企图诬陷武则天的亲生女儿太平公主以及武氏家族的子弟，这就触碰了武则天的底线。武则天下令将来俊臣斩首弃市。据说来俊臣被杀的那天，洛阳城的百姓倾城而出，大家对这个恶魔恨之入骨，争相割食他的肉。不一会儿的功夫，来俊臣就被百姓生吞活剥，连骨头都被践踏成了粉末。武则天冷眼看着这一切，她借着百姓对酷吏的仇恨，巧妙地把自己从这些血腥的冤案中摘了出来。她顺势颁布大赦令，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废除了严刑峻法，重新树立起了自己仁慈明君的形象。至此，武则天的这盘政治大棋才算彻底走完。她用酷吏作为尖刀，刺破了关陇贵族的铜墙铁壁，完成了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然后再把酷吏作为替罪羊杀掉，平息了民愤，收买了人心。但是，把旧势力毁灭并不是最终目的，一个帝国必须要有人来管理。关陇贵族集团覆灭之后，朝堂上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呢？这就是武则天恐怖统治背后带来的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结果。她用暴力彻底击碎了门阀政治，为平民官僚阶层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在打压贵族的同时，武则天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她扩大了科举的录取名额，创立了由皇帝亲自监考的殿试制度，甚至还创立了武举。这就意味着选拔官员的标准彻底从看重门第出身、家族血统，转向了看重个人的才学和能力。大量出身寒微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底层士子，通过科举考试涌入官场。我们熟知的神探狄仁杰，以及后来开元盛世的名相姚崇、宋璟，都是在这个时期被武则天提拔重用的。这些人没有庞大的家族背景，他们的权力全部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因此他们对皇权绝对忠诚，而且做起事来更加务实，没有那么多世家大族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牵扯。可以说，武则天的这套组合拳虽然在短期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流血，但从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演进。它标志着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统治中国长达几百年的门阀士族时代的彻底终结，中国社会正式过渡到了由皇帝直接统治平民官僚的皇权时代。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武则天晚年政局有些动荡，但唐朝的国力并没有衰退，反而为后来唐玄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的开元盛世储备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和制度基础。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武则天和她的那段恐怖统治时，我们无法否认其中伴随的残忍和血腥。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成为了这场政治洗牌的牺牲品。但在冰冷的政治逻辑面前，
道德的评判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关陇贵族集团在初唐时期的存在，确实已经成为了阻碍社会流动和皇权集中的巨大障碍。如果不打破这个利益固化的铁笼子，唐朝或许只能像南北朝时期的那些短命王朝一样，在门阀的操纵下不断地进行内部倾轧，根本无法孕育出后来那个万邦来朝、开放包容的大唐盛世。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人，她用自己非凡的勇气、狠辣的手段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干了所有男性帝王想干却不敢干或者干不成的事情。她背负着生前的千古骂名和后世的无数非议，以天下为棋盘，以酷吏为棋子，硬生生地砸碎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她临终前，她留下遗诏，去除了自己皇帝的尊号，以皇后的身份与唐高宗李治合葬在乾陵。而在他的陵墓前留下了一块巨大的无字碑。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功高盖世，文字无法书写他的丰功伟绩；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生杀戮太重，罪孽深重，无颜为自己立传。但这块无字碑或许恰恰是他作为政治家最深沉的智慧所在。他知道自己为了权力和帝国的重塑，打开了地狱的门，放出了吃人的恶鬼。这段历史无论怎么粉饰，都会沾满鲜血。所以他选择了沉默，把一切的功过是非，把那段血雨腥风的酷吏政治，把那场对关陇贵族集团的终极清洗，全都留给后人去评说。这就是武则天的故事，一个充满了权力、鲜血、恐怖与众生的故事。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